大家好，我是天津森特奈电子的李正辉。今天我将继续给大家介绍森特奈 EtherCAT 模块的组态方法。本次我们使用汇川 H5U 系列小型 PLC， 该 PLC 使用的是 AutoShop 编程软件。针对有些品牌 IP67 防护等级的 EtherCAT 总线模块和汇川小型 PLC 无法连接的情况，我们森特奈专门研发了 EL0002 系列模块，该模块可与汇川小型 PLC 正常通讯。本例中，与 PLC 连接的 EtherCAT 模块依次为 EL0002 系列16路输入模块，以及 CH 系列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混合型模块。在组态前，我们可以看到模块上的 bus 灯处于熄灭状态，同时 EL0002 系列模块窗口内的网络状态指示灯处于常亮状态，表示此端口已经建立物理连接，但是没有进行数据交换。下面我们进行一下组态。首先打开 AutoShop 软件，先进行一下通讯设置，建立通讯连接，点击工具通讯设置。我们的 PLC 是 H5U， 具体型号是 H5U-A8， 点击确定。在通讯类型这边，我们选择以太网。设备 IP，PLC 的出厂默认的 IP 地址是 192.168.1.88， 点击确定即可完成设置。如果在不知道 PLC IP 地址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下边的搜索，我们可以搜到 PLC IP 地址。搜索到的 PLC IP 会显示在界面的表格中。我们选中这个 IP， 点击测试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与 PLC 连接成功，那么 PLC 数码管将会交替显示数字0。点击确定。测试确认与想要的 PLC 连接成功以后，我们点击确定按钮，退出通讯设置。下面我们新建一个工程，点击新建。工程名称，我们可以设一个工程名称。下边是存储路径以及编程的语言。设备选型是 H5U-A8， 点击确定。工程打开以后，我们要安装森特奈 EtherCAT 模块的设备描述文件，找到右侧工具箱，找到 EtherCAT Device， 右键导入设备 XML。 在弹出的这个对话框中，我们找到森特奈 EtherCAT 模块的设备描述文件，点击打开。这里之前已经安装过了，我们点击确定。导入成功以后，软件必须重新启动才可以生效，这里不再重启。设备描述文件安装完成以后，我们在 Other Device 下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新添加的森特奈 EtherCAT 设备。下面我们扫描一下 EtherCAT 设备，找到左侧 EtherCAT， 选中 EtherCAT， 然后右键自动扫描，点击开始扫描。扫描前将要 PLC 切换到停止状态，我们点击是。
等待扫描完成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扫描的重栈设备，点击更新组态，然后将扫描到的设备更新到组态的列表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模块和第二个模块。扫描完成以后呢，我们要进行 I/O 的映射。只有将 PDO 数据连接到 PLC 内部变量，才可以通过操作变量控制 EasyCAD 重栈模块。以第一个输入模块为例，我们双击第一个模块，点击 I/O 功能映射，我们可以看到变量 IQ1-4 和 IQ1-5 这两个变量是对应的输入模块的16个输入。IQ1-4 是8个字节，8位，一个字节8位。IQ1-5 是一个字节后8位。其余带有 reserve 字样的字节是无效位。我们双击左侧的变量表，我们新增变量。对于16路输入模块，我们可以新建2个8路的输入布尔变量。变量名比如为 DI1， 数据类型选择数组，类型是布尔，长度为8，点击确定。变量名 DI2， 数据类型数组，类型布尔，长度8，点击确定。然后我们继续回到第一个输入模块 I/O 功能映射，点击 IQ1-4 旁边的小方框，在弹出的变量输入助手对话框中，我们选择变量表，我们将选择第一，这样 DI10 到 DI17 就对应为输入模块的前8位，点击确定。继续点击 IQ1-5 旁边的小方框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，我们选择变量表，选择 DI2， 这样 DI20 到 DI27 就对应为输入模块的后8位，点击确定。这样第一个输入模块地址就关联完成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地址进行编程了。以此类推呢，剩下的模块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进行变量关联。变量关联以后，我们可以进行编程。最后编程完成以后，我们要进行一个下载，可以点击菜单 PLC 下载，也可以直接在菜单上点击下载按钮，点击确定。下载完成以后，将 PLC 的拨码从 Stop 拨到 Run， 或者在编程软件中直接点击运行按钮，这样 PLC 就正常启动了，模块也正常通讯。此时 BUS 绿灯变成了常亮的状态，窗口内的网络状态指示灯也变成了闪烁的状态，表示有数据交换。今天就如何在汇川 AutoShop 编程软件中组态 Sentinel EasyCAD 模块的方法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